How do you feel the music in this recording? Very mysterious and dreamy. Beautiful, most of all. 很轻盈，很空灵。It was really, really beautiful. 吴尽梦回和陈老师合作的音乐前不久发布之后，大家都在评论说太梦幻了，尤其是同名主题曲《吴尽梦回》更是获得了玩家非常多的共鸣。陈老师本人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脑袋中是怎样的一个画面呢？其实，在构思之初，参考了项目组给到我的一些文字与视频画面。作品想要表达的主题是梦境当中的无尽轮回，突破自己的潜意识，就好像在进入了层层梦境以后，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了解自己，变得有一些迷失自我。于是我们又开始寻找自我。创作灵感同样也是来自于我自己的一个梦境。在创作期间的一个夜晚，当我从梦境醒来，我突然听到好像有女声哼鸣，若隐若现，在我的耳边萦绕。这时候我发现刚好就是凌晨3点钟的时候，于是我马上就起床，飞奔到了工作室，一气呵成的就把这首作品完成了。其实我们第一次听见这首 demo 的时候，就觉得这首音乐非常契合吴尽梦回整体的感觉。也像刚刚陈老师自己说的，就是整个音乐的创作过程也是非常神速的。由此可见，陈老师其实对于吴尽梦回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我对于吴尽梦回的探索主题非常感兴趣。我们在现实当中有时候也会感到困惑，想要去寻找潜意识中内心深处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声音。真相是什么？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梦境当中寻找自我的过程。我对吴尽梦回的印象是神秘且唯美，充满着遐想空间。这其实也是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感受，希望大家能够不仅从视觉上，更能通过音乐的加持，感受到更多关于梦的可能性，为大家诠释更多未知、更多挑战、更多风格的梦境。不过说起这次这个更多的风格，这次和陈老师的合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同名主题曲《吴尽梦回》，我们也是听到了很多的版本。其实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非常的纠结。这是因为关于这首作品的音乐表现，在创作的时候考虑到了几种不同的可能性，比如说有悬疑的、神秘的、唯美的或者是比较激烈的、层层递进的感觉。重要的是旋律主题是与项目需要契合我想让旋律的表达更加的通俗。结合这些想法，我为梦境的主题创作了2个不同的版本，配器依然是比较传统的管弦乐为主，但是增加了人声异语演唱的这个元素，像是歌曲一样，通过调式的转换，让梦境主题层层递进我希望听众感受到曲目中旋律呼吸的那种波动的那种起伏，感受那种想要抓住，最终呢还是从指缝中溜走的空无感。这里提到的异语其实是属于吴尽梦回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之前参与过测试的玩家可能在游戏中对于这种特殊的文字比较熟悉那在这次的曲目中也确实是异语第一次被别人听到。一开始呢，我并没有打算把这首作品当作歌曲去创作，而是考虑把人声作为一些配器元素很少的放入进来。但是写着写着呢，人声的元素越来越多了，然后后来又在想，何不尝试把它当作歌曲，把人声的元素发挥到极致，就有了现在大家所听到的这部作品。那除了《吴尽梦回》这首同名主题曲之外呢，本次陈老师还创作了《向无际彼岸》和《梦的流光》2首曲目，风格上呢也有一定的跨度。陈老师自己最喜欢哪首曲目？当然，其实每一首作品我都非常喜欢，最有感触的可能是《向无际彼岸》这首曲子。进入梦乡意味着进入到潜意识了嘛，每个人的潜意识又是每个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一样的可能是在沉睡当中的那种安详的氛围感，所以我就选择了华尔兹舞曲的这种节奏律动，有点催眠的这种感觉吧。旋律呢也使用了较为悠长的旋律线条，来引导着玩家更好的进入他的潜意识，进入到探索故事的剧情的那个部分。那么手风琴的演奏呢，忽响忽弱的表现也是增添了几分睡意。那我们还有另外一首比较重要的曲目，就是《翻梦殿》的主题曲《梦的流光》。是的。那陈老师，你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想法？这首曲子一定要吻合这个场景的气质，有点像是咖啡厅，或者是说指引着玩家准备要进入梦乡的那种状态，所以音乐就非常的舒缓。我们也希望通过陈老师音乐的加入呢，可以更好的塑造大家对于游戏世界的想象，带来更加沉浸的体验。也希望通过音乐跟音效的配合，更加凸显出吴尽梦回致力于打造高品质动作肉鸽手游的决心。同时，本次和陈老师合作的曲目呢，也将在下一次的测试版本就时装到游戏当中，请大家敬请期待。